大年30，我亲手签下生死状，只为彻底离开那个为初恋打掉我孩子的女人。婚礼当天，我消失人间，新娘苦等，却不知我已成国家绝密武器。我提交了一份6代机试飞员的申请书。领导诧异地看着我，申职，我想过咱们单位所有试飞员都可能来参加这次6代机试飞工作，唯独没想过你。你知道的，咱们这个6代机试飞工作是列为国家绝密级计划，一旦参与，立即要隐去身份，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一段时间，甚至还要冒着性命危险当无名英雄。你年前才和单位提交结婚报告，为什么突然想去试飞新型6代机？领导，我能接受任何条件，服从国家和领导的安排。你是咱们单位的飞行好手，其实打心眼里，于公，我希望你第一个报名。可于私，我也想让你抓紧完成人生大事，离首席更进一步，要你对象同意支持你才好。此刻我脑海里浮现了我未婚妻秦月的身影，嘴角忍不住自嘲一声：领导，我的事情不需要他的同意，我不打算和他结婚了。我的未婚妻竟然为了初恋流掉了我的孩子，我已签下生死状，势必让他付出代价。好，你的私生活我不多问，1周后收拾出发。是，领导。从现在开始，我打算1周后彻底消失在秦月的世界。回家的路上，我打开了朋友圈，看到秦月的初恋周周发的朋友圈。大年30，有最爱的人陪在身边，幸福对我来说就是这么简单。配图是秦月和周周相依偎在一起的照片。我默默点赞后，郎才女貌，真配。刚点赞评论完，却很快接到了秦月的电话，我直接按断了挂断键。她的催命消息连续发来。沈直，你点赞评论什么意思啊？你不知道周周现在抑郁症吗？他随时都会发作，你非要刺激周周吗？他才从国外回来，没什么亲戚朋友，很不容易，你知道吗？你接电话，马上给周周道歉。消息不断的弹出来，我却统统没有理会。我继续往下翻看周周的朋友圈。腊月28，有月月在，我才知道什么是幸福。腊月24，和月月一块看电影，开心。自从他初恋回国后，秦月无论多忙，都会去陪他初恋。可这一切都不是让我对秦月彻底死心的根本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初恋回来后，他偷偷流了我们之间的孩子。他以为他做的天衣无缝，却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我某次在给秦月洗衣服的时候，发现了一张皱巴巴的流产手术单。可能是我没回消息，秦月的电话很快就打了过来。我按下接听键。你什么意思啊？我电话你不接，咱们还没结婚就这样。若是真结婚了，我真不敢想象你对我会是什么态度。我真要考虑要不要嫁给你。不用考虑了，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我们的婚礼取消。秦月听到我说这话，明显失神了几秒。你说什么？你有本事再说一遍。他声音出现了片刻的停顿，可能是震惊我会说出这样的话。好，你别后悔。秦月似乎是梗着脖子说的这句话。电话那头忽然传来了一道细碎的声音：你不要因为我和沈直吵架，这样我心里会不安的，我感觉抑郁症要发作了。我听到那边传来令人作呕的声音，没有任何犹豫，直接挂了电话。回到家，我坐在屋内，我摸出烟一根一根点着，回想自己和秦月这段8年的恋爱长跑，我视它为珍宝，却终究不过是一场笑话。大年30，鞭炮声不时响起，我扭头往外看去，窗外烟花璀璨，屋内空荡荡的，就只剩下我一人。我父母走得早，和秦月在一起后，我将她当成全世界。因为过早没了家庭，我希望有属于自己的家，属于自己的孩子，却终究被她亲手给毁了。她初恋周周的朋友圈就一次更新，月月好手艺啊。这就是在我面前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未婚妻给别的男人做的一桌子丰盛的菜。终于晚上11点的样子，屋内的门开了，我的未婚妻竟为了初恋流掉了我的孩子。我的复仇计划才刚刚开始。沈直，我和你说了多少遍了，屋内不要抽烟，你怎么就不听呢？亏我还亲手给你做了饭菜带了回来，准备回来陪你跨年。他大步上前来，走到我面前，身上浓郁的香水味钻入我的鼻腔，似乎是在掩饰着什么。我和你说话，你到底有没有听到？你能不能不要一点小事情就发脾气？你也知道周周得了抑郁症，能不能不要吃一个病人的醋？而且周周是一个很细心的人，在我做饭的时候就让我提前给你留一份。我抬眸看着他，8年了，你有亲手给我做过一顿饭吗？他听到我说这话，微微一怔，
沈直，你这不是吹毛求疵吗？我今晚这顿饭不就是给你做的吗？大年30，我特意冒雪赶回来给你带饭菜，结果你不领情就算了，还要和我说这些，你真让我寒心。而且大过年，我也不想和你吵架。他很快站在了制高点，开始对我进行指责。我深吸了口气，听着他说这些话，忽然感觉有些压抑。那就不吵架。我困了，先去睡觉了。我朝着书房走去。你睡这么早干嘛？我特意赶回来和你商量我们年后婚礼的细节。他追着上来，一把拉住我的手，却被我甩开了。不必商量了，我已经告诉你了，我们的婚礼取消了。他面色一变，你就不要和我说这种气话了。你吃醋我可以理解，但没必要拿婚礼的事情来威胁我。还有，我们现在举办婚礼的酒店都订好了，我爸妈也通知了所有的亲朋好友，喜糖婚车都准备齐全了。你现在说不结了，是不是有点太任性了？我听着这些话，只觉得可笑。他也知道这一切都准备好了。他明明知道我渴望家庭，却在他初恋回来后，瞒着我打掉肚子里的孩子。想到我们还未出生的孩子，心中隐隐有种刺痛感。以前我的确希望和他结婚组成家庭，但是现在我不想了。正在此时，他的手机响了。他看到来电显示的一刻，脸上冰冷的神色当即为之一换。千万不要做傻事，深呼吸，我马上来。我盯着这一幕，心中波澜涌动。这样的关心，他从来没有给过我。我今晚不想和你吵，你自己冷静冷静。看着他离开的背影，不想多说什么。第二天一早，我就开始收拾东西。大年初一，屋内空荡荡，看来昨晚上秦月一夜未归。我稍微犹豫，按下接听键。你中午过来吃饭，我爸妈准备了一桌子饭菜，就等你了。正当我要回答的时候，另外一个电话接了进来，是单位打来的。我匆忙说了句：“我这边有点事，晚点说。”申直，这边一架飞机正在试飞，出现了紧急情况，需要你立即过来一趟。接你的车应该要到你楼下了。好，我马上到。我没有丝毫耽搁，快速下楼，等了5分钟的样子，单位的车就到了。一路上车子畅通无阻，私家车需要半小时的路程，我们的车不到20分钟就到了。进入指挥中心，我就看到了一架飞机此时正在空中摇摇欲坠，并且飞机还在冒黑烟。沈直，你飞行经验丰富，看看这种情况如何迫降。作为试飞员，我清楚知道，试飞遇到危险情况，最好是保全飞机。可如果实在保全不了，也只能被迫跳伞。我已经通知试飞员准备随时跳伞。我目光冷静，心态也十分平和，应该还能救。动摇动摇，听我指挥。收到，请回答。塔台，动摇收到，请指示。和试飞员建立联系后，我快速凭借着自己的飞行经验，做出了指挥。大概半小时后，经过惊险的情况后，飞机迫降成功。指挥室里所有的人都发出了欢呼声。好样的，沈直。我笑了笑，没多说什么。在单位待了半天后，领导让我回去好好休息。我答应了声，看了眼时间，差不多也够去秦月家吃饭。可刚出单位，就看到周周发的朋友圈，多谢阿姨叔叔的盛情邀请，又有好吃的了。配图是一家4口，其乐融融的模样，4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我关闭手机，好不容易在街边找到一家开门的小店，简单的对付一口。晚上，秦月回家和我说道：“我们的婚事在大年初7，我爸妈说了，大家都有时间，你就不要说气话了。为了我们的婚事，我爸妈已经好几天没怎么休息了，而且你今天没去吃饭，我很生气。我爸妈和周周都劝我别生你气，说你单位事情多，比较特殊，让我包容你。”我沉声没有说话。他穿着包臀裙在我身边坐下，我身体却下意识和他保持了距离。明天是你爸妈的忌日，到时候我们一块去看看你爸妈吧。他忽然说道。我听到这话，微微的心动。毕竟我以前怎么喊他去看看我爸妈，他都不愿意。怎么今天主动说了？他声音缓和了几分。毕竟我都要成为你们沈家的媳妇儿，也该去看看你爸妈了。我思量了一番，正好在我爸妈坟前，告诉他们秦月不是我们沈家媳妇这件事。好。我深吸了口气，答应了声。第二天一早，我早早起床，准备好了一切，就和秦月出发。车子开到半路的时候，秦月的手机响了起来。他看了眼挂断，手机却又响了起来，连续3、4次。我忍不住说道：“你要是有重要事情就接吧。”秦月脸上一直是犹豫纠结的表情，看着他如此痛苦之色，我提醒道。他终于一脚油门刹车，
按下了接听键。几秒钟后，他说道：“周周抑郁症发作割腕了，不行，我得立即去一趟。”他脸上浮现担心之色。好，赶紧去吧。沈直今天自己去看阿姨叔叔吧，下次我一定陪你。我拉开车门下了车，秦月没有任何迟疑，一气呵成调转车头，立马奔着周周过去。我这次连看都没看他一眼，朝着我爸妈的墓地大步走去。乌斯呢喃了声：“秦月，我们之间没有下次。”接下来几天，秦月都没怎么联系我，倒是周周的状态发得勤快。他们似乎去旅游了，去了三亚、苏州这些地方。周周的朋友圈每天都很精彩，他俩的自拍照每天都很开心，并且秦月的爸妈也都点赞了。终于在我们结婚前的一天，他们慢慢回来了。夜晚，他们一家三口来到我家和我对了一下婚礼的细节，包括接亲、迎亲、给红包之类的细节，还有改口喊爸妈的一些东西。我只是麻木点头，并未多说什么。婚礼开始那天，秦家被装扮得喜气洋洋，秦月也身穿着漂亮的定制婚纱，整个人显得气质出众，尤为耀眼夺目。今天的她是最美的新娘，是所有人的焦点。而此刻的我，却已经只身赶赴保密基地，去执行6代机的是非任务，并且将秦月和他一家人的联系方式全部删除拉黑。几时已过，我依旧没有出现。坐在新房里的秦月开始不安起来，拿出手机给我打电话。电话里传来的提示音，顿时让他如坠冰窟。月月怎么了？周周看着秦月失魂落魄的样子，关切地问了一句。秦月眼里是掩饰不住的惊慌和失落，像是意识到了什么。帮我打给沈直。周周立马给我打了电话，可还是一样的结果，因为我把他们一起拉黑了。既然要断，那就断个干净。秦月终于反应过来，我先前说的话是认真的，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沈直，为什么要在这么重要的日子让我难堪？秦月生气地把手机砸在了地上。周周一愣，嘴角勾起了一抹耐人寻味的笑意，添油加醋地说道：“月月沈直他根本就不爱你，否则怎么会在这么重要的日子扔下你不管？月月要不取消婚礼吧？”秦月失神了几秒，从一开始的惊慌变成了不知所措。他从来没有想过我会真的离开他。秦母得知我失联后，气恼地骂道：“亲朋好友都来了，要是现在取消婚礼，月月以后还怎么做人？我一开始就不看好你和沈直，你当初非要跟他在一起，现在好了，他拍拍屁股走人了，你怎么办？”妈，你能不能不要说了？秦月摘掉了头纱，眼泪控制不住地落了下来。秦母带着命令的口吻开口：“婚礼不能取消。小周，你不是说你喜欢月月吗？你愿不愿意娶月月？”周周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愿意，可月月这个样子，你们的婚事，阿姨做主了。秦母不给秦月反驳的机会，重新为他戴上了头纱。妈，我不会嫁给周周的，我的新郎只能是沈直。秦月想要逃离，想要去找我。月月，你今天要是敢走出秦家的大门，我就死在你面前。秦月陷入了两难，一边是相恋多年的我，一边是生他养他的妈妈，他都放不下。妈，你为什么非要逼我呢？不管怎么样，今天的婚礼必须举行。眼看刀子就要划破皮肤，秦月最后没有办法，只能先答应。在宾客们诧异的目光中，秦月和周周举行了婚礼。婚礼结束，秦月便偷偷离开了秦家。他找到我家，却发现家里空空如也，最后只在桌子上发现一封信。秦月刚想打开信封，周周推门走了进来。月月，你过来怎么也不说一声？爸妈都很担心你。秦月呆愣了许久，没想到周周已经喊上爸妈了。周周，今天这场婚礼我是被迫的，我心里只有沈直，希望你能理解我。周周脸上的表情顿时有些不悦了。月月，我不相信你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了。我们已经是过去式了。秦月语气平静而又认真，他顾不上周周的情绪，打开了信封，里面是一张已经发皱的打胎报告，
以及周周没有抑郁症的证明，还有他在国外的诈骗记录。周周之所以突然回国，是因为他在国外诈骗，金额高达上亿，被警方通缉了。可让秦月最动容的，还是那张打胎报告。他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却没想到还是被我发现了。他打胎的最初原因，是因为周周有抑郁症，他担心自己怀孕了，照顾不好孩子，也不能照顾周周，所以毅然决然地打了孩子，完全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眼泪不知不觉地滴落在打胎报告上，秦月只觉得心好疼，他不敢想象我看到这份报告的时候该有多难过。而他那个时候还在陪周周。我后悔，真的好后悔。月月，你不要哭了，你要是不想和我在一起，我会和叔叔阿姨说清楚的。秦月直接一把推开了他，声音哽咽却歇斯底里。周周，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面对他的突然暴怒，周周呆在了原地。以前秦月是不舍得吼他的。月月，是不是沈直在信里说了什么？你不要相信他，他就是想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秦月直接将他没有抑郁症的证明和诈骗记录甩到了他脸上，转身离开了我家。他拿出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我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沈直。周周看到自己的伪装被识破后，也没脸去追秦月了。我很快开启了新的生活，一眨眼3年过去了，6代机试飞得很成功，算是为这些年的努力和付出交上了满意的答卷。上面的领导想要将我调回去，但我拒绝了。那座城市已经没有我留恋的人和事了，回去也是守着一座空城。我向领导批了1个月的长假，回了家一趟，想去看看爸妈。3年没回去看过他们了。回到空荡荡的家，思绪如同潮水一般涌来。第2天，我买了父母最爱吃的水果去了墓地。到了之后，却发现墓地很干净，甚至还有祭品，有人在祭拜我爸妈。我把水果摆在墓碑前，擦了擦墓碑上的灰尘。爸妈，我回来了，3年了，我可想你们了，你们应该也很想我吧。我坐在墓碑前，絮絮叨叨地跟他们说了很多。他们虽然不能回应我，但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听到。沈直，你真的回来了？突然，一道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我从地上站起来，缓缓转身看去，这张整整消失了3年的脸，现在却清晰地映入眼帘。其实这3年来，我听到过关于秦月的消息。我离开了那天，他和周周举行了婚礼，之后他便开始疯狂地寻找我。3年了，依旧没有放弃。秦月，好久不见。我语气平静，内心也没有因为久别重逢而掀起波澜。不过他出现在这里，倒是让我挺意外的。秦月脸上是掩饰不住的欣喜，跑过来抱住了我。沈直，这3年你去哪里了？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得好辛苦？他把我抱得很紧，生怕我又消失了一样。你为什么要找我？我用力推开了秦月，丝毫没有犹豫。秦月眼底的欣喜霎时变成了失落。沈直，3年了，难道你还在为当年的事情生气吗？我淡淡一笑，当年的事情我早就不在意了，不在意是真的，不爱了也是真的。为什么回来了也不告诉我？我淡淡的开口，你是不是已经忘了，我们3年前已经分手了？不算，我没有同意。秦月眼里的光瞬间暗了下去，跟着红了眼眶，看起来楚楚可怜。以前我要是看到他这副模样，肯定会心疼的抱住他，但现在我没有任何感觉。3年了，你也该放下了。不过还是谢谢你这3年来替我来看我爸妈。这3年来，他应该是找不到我，所以只能来我爸妈的墓地。秦月盯着我，像是在探究我是否真的已经不在意他了。直到我的手机响了，原本冷冰冰的语气瞬间变得温柔起来。青青，我也想你了，晚点见。我挂断电话后，
再次看向秦月时，他的脸已经被泪水打湿了。你有女朋友了？是未婚妻，我们就快结婚了。秦月双腿一软，像是失去了全部的力气，差点跌倒。沈直，你当初明明那么爱我，怎么可能会和别人结婚？你是不是为了故意气我，所以才编的谎话？他不肯相信也正常，毕竟当初我确实爱他，爱到了骨子里。为了他，我可以不要自己的性命。可正是因为我爱他，得知他亲手打掉我们的孩子后，这份爱也随着那个没有出世的孩子一起死了。没必要，我得去车站接我未婚妻了。就这样吧。今天的风很大，吹得我眼泪都掉出来了。沈直，我送你去吧。秦月追了上来，坚持要送我去车站。不要拒绝我好吗？我只是单纯的想看看你未婚妻长什么样子。我和秦月在一起的那些年，她从未像现在这般卑微。我内心莫名有种异样的感觉，最后还是答应了下来。去车站的路上，谁都没有说话。到了车站，我刚想往出口那边走，突然有人从身后抱住了我。沈直，听着林青青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我原本有些紧绷的身体瞬间放松了下来。我还以为你没出来呢。我转过身，温柔地抚摸着林青青的头发。我想快点见到你，所以就出来等你了。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是不是昨晚上没有休息好？可能是许久没有回来了，所以有点不习惯。站在一旁的秦月默不作声地看着我们，眼睛里的失落溢于言表。林青青很快注意到了他，笑着问我：这位是？他是我朋友，叫秦月，是他送我来车站的。秦月勉强挤出一丝笑容。你好。真是麻烦你了，等会一起吃个饭吧。林青青主动邀约。秦月摇了摇头，苦笑道：不了，我一会儿还有事，就先回去了。他撂下话后，就急匆匆地转身离开了。看着他的背影，林青青抬头问我：他好像还没有放下你，你放下他了吗？关于秦月的事情，我跟林青青说过，她说她不介意我的过去，可以等我彻底放下。她虽然没有秦月漂亮，家世也没有秦月好，但她性格开朗，善解人意。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我很放松，也很快乐。这是我在秦月身上从未体验过的。我紧紧抱住了林青青，现在我满心满眼都是她。他找了你这么多年，恐怕不会轻易放过你的。林青青声音带着一丝担忧。那是他的事情，等你见过我爸妈，我们就离开这里。接下来的几天，秦月都没有再出现。爸妈忌日那天，我带着林青青去墓地看他们了，让他们知道我以后的妻子会是林青青。祭拜完回去的路，天突然下起了雨。林青青不小心摔了一跤，从山坡上滚了下去，小腿被石头划出了很深一道口。我很着急，立马带着她去了医院。好在没什么大碍，但是需要住院休养几天。我去交费的时候，意外地碰到了秦月，她手里拿着一份报告单，看到我的时候，立马将报告单藏了起来。我也没有在意，只是随口说了句：好巧。你生病了吗？不是，是青青不小心摔伤了。等我缴完费，秦月已经不在了。中午，我准备出去买午饭，秦月却突然提着保温桶走了进来。你们肯定还没有吃饭吧？这是我亲手炖的排骨汤，还希望你们不要嫌弃。他自顾自地打开了保温桶，倒了2碗汤。我连拒绝的机会都没有。谢谢。我端着汤，亲手喂林青青。林青青有些不好意思地红了脸。我自己来吧。医生说你现在需要好好休养，让我来，乖。你这弄得我好像残疾了一样。说什么傻话呢？你是我媳妇，我照顾你是应该的。我有些惊讶，这些年秦月居然学会下厨了。秦小姐又麻烦你了，真是不好意思。秦月低着头，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道：没事，你好好休息，我先回去了。
他提着保温桶准备离开，他还没走几步，突然晕倒了。我抱起秦月去找医生，医生脸色严肃地对我说：“秦小姐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怎么会这样？你不知道秦小姐已经是胃癌晚期了吗？癌细胞扩散得太快，药物压制不住了。秦月脸色苍白地躺在病床上，却还是强行挤出一丝笑容。你都知道了，为什么会这样？可能这是我的报应吧。在我离开的这3年里，他发了疯的到处找我，所以这3年来，没有一天是按时吃饭。久而久之，胃就出了问题。等他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来不及了。秦月抓住我的手，满脸恳求地对我说：“沈直，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你能不能答应我最后一个请求？”什么请求？我没有直接答应他，万一他提了不合理的请求，我又做不到。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嫁给你。3年前你把我一个人扔下了，我不怪你。现在能不能看在我快死了的份上娶我？秦月把我的手握得更紧了，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将手抽了出来。对不起，我做不到。为什么就当是可怜我也不行吗？我死了之后，不会耽误你和林青青结婚的。我不会因为他快死了而可怜他，就像他说的，这一切或许就是他的报应吧。秦月，是你亲手毁了我们的婚约，现在有什么资格要求我娶你？我已经让医院通知你家人了。沈直，不要离开我！沈直。身后传来秦月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我当作没有听到。回到病房，我把刚才的情况告诉了林青青。林青青垂着眸子，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许久后才开口：“那你会不会后悔？”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没有早点遇见你，青青，我这辈子的妻子只能是你。2天后，医生说林青青的伤势已经没什么大碍了，我就迫不及待地带着她出了院。刚从医院出来，我就看到秦月穿着病号服站在门口，消瘦的身影在冷风中显得摇摇欲坠。我能单独跟沈直说2句吗？秦月看了眼林青青，林青青笑了笑，可以。我和秦月往旁边挪了挪。沈直，我曾经以为你这辈子非我不可，但是在看到你为了他拒绝我时的决绝模样，我就知道你真的已经不爱我了。我现在除了祝你幸福，什么也做不了。你能不能最后再抱抱我，别让我走得那么孤单？我下意识地往林青青那边看了一眼，还没有做出回应。秦月突然冲到我身后，不等我反应过来，他后腰部已经中刀，而捅他的人正是周周。沈直，为什么死的不是你？你害我失去了一切。周周像个疯子冲我扑来，好在保安来得及时，拦住了他。秦月被送进手术室。1个小时后，医生告知我们伤口太深，没有抢救过来。至于周周，因为故意杀人，被判了无期徒刑。事情解决后，我和林青青就离开了。走的时候，天又下起了小雨，像是最后的告白。